荒野生存究竟能过成怎样？看了熊哥的视频，从此就不用担心一无所有，只要有一双勤劳的双手，你也可以跟熊哥一样成为隐形富豪。这样的聚会你一定没有参加过，3、5人席地而坐，小酒入口，只为探讨和学习畜牧养殖以及果树栽种的技术。门口还有各个村的村花作陪，然而对他们来说，这里全都是陌生人，不得不感叹当地民风的淳朴与善良。新一天的来临，今天熊哥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，所以他要尽快将农庄的一切打理完毕，早早给猪群喂食，保证它们拥有充足的奶水，自己才能安心离开。毕竟连续3窝野猪幼崽都需要大量的乳汁才能快速成长，现在小家伙们无忧无虑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果然所有东西都是小时候最好。第3窝野猪幼崽已经成长得足够健壮，它们非常喜欢被熊哥抚摸，尤其是这只黑白色的变异幼崽，在野猪界应该也能够算得上小鲜肉，长大后又不知道要祸害多少雌性小野猪，至少农场里一起长大的小野猪是跑不掉的。猪群已经全部喂完，对于在产蛋期的鸡鸭来说，只需要撒上一些脱粒的玉米，就可保证它们吸收到充足的营养。毕竟山林中还有很多昆虫，可以供它们自由捕食。吃完了猪食的猪群，偶尔也要来点饭后甜点。菜园中长老了的菜叶直接丢掉太可惜了，将它们当作试嘴的零食，也可以给猪群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。当然，这些逐渐长大的小家伙们也在尝试着进食，毕竟所有动物基因都隐藏着模仿母亲动作的习惯。鸡窝里的鸡蛋也到了该收取的时候，2处让母鸡产蛋的地方，让熊哥拾取到接近20个的数量，产蛋量每天都在增加。这也说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成年母鸡加入到了产蛋的行业。然而此时的天空再次下起小雨，还有最后一项工作没有完成。熊哥穿戴好装备，来到牛棚的旁边，砍上一些鲜嫩的芦苇，这样在自己离开的时候，黄牛母子依然可以自由进食。毕竟下着小雨的天空不适合让他们一直待在外面，在可以遮蔽雨滴的地方进食，才能避免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。菜园中的黄瓜苗，它们已经开始结出稚嫩的果实，旁边的豆角也是同样。看来再过10多天，就会再次迎来蔬菜的大丰收。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，熊哥要去山下附近的村庄参加附近村民自发组织的聚会。虽然自己和他们并不相识，但是他们却知道自己的存在。而此次聚会的目的是为了相互交流并学习养殖和种植的知识与经验。所有的村民们都已经到了，他们很欢迎熊哥的到来，在地上铺上竹席，有荤有素几道菜，3、5个人围坐在一起，谈笑风生的同时，彼此交流着自己养殖的心得和经验。在这3个小时的聚餐中，熊哥学习到了很多，这对于自己以后在农庄的管理和打造方面都受益颇深。端起小酒杯，再次感谢他们能够邀请自己，而那个卖给自己2头黄牛的老板也在其中。还有认识是哪一个的老铁吗？期待着你的截图。聚会已经结束了，熊哥打包了一些骨头，这是带给乖乖和小黑的礼物。再次回到农庄，这些吃剩的骨头是对他们陪伴自己一路走来的最好表达。坐在楼梯上，熊哥削割着村民送给自己的橙子，几乎通透的果肉香甜可口，这都是他们自己种植出的优良水果。不知道熊哥会不会在农庄中进行种植。随着第2日清晨的来临，在喂完所有的牲畜之后，熊哥决定要为自己也制作一顿美食。毕竟连续照顾3窝新生野猪，也消耗了自己不少的精力。先将所有食材上锅进行蒸煮加热，然后放凉进行备用。既然是补充，自然是少不了优质肉类蛋白质的摄入。用毛竹修整出精细的烤架，一只未成年的小乳鸡已被五花大绑。当然，作为正宗的荒野烧烤，那必须先将柴火添够，待其燃烧成为木炭，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而等待的时间，还有其他原材料需要调制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黄色颗粒，经过热水的蒸煮后已经完全松软。熊哥加入了大量的蔗糖，然后充分的搅拌，轻轻的尝上一口，味道已经纯正。此时旁边的炭火也已燃烧的差不多，正宗荒野烤乳鸡正式进入流程，直接放在炭火的上方，等待其金黄焦香的时间。先将购买的面粉拿出，加水后重新揉搓成团，然后再将调制好的金黄馅料包裹。1个小时的等待，小乳鸡在炭火的持续烘烤下已经焦香扑鼻，最后就只剩下主食的制作了。铁锅放好，油放入，等到热油翻滚，将含有馅料的面团放下，来回持续翻转，可以让油温接触到每一个死角。这是熊哥独自发明出来的油炸面包，金黄酥脆的外皮，香甜可口的内心，既能充饥饱腹，又能补充蔗糖给身体提供能量。整整2个小时的忙碌，所有食材的制作终于完成了，一份一份全都摆放在桌面。菜园种植的生菜鲜嫩碧绿，蘸料也是采摘的辣椒调制。先将炭烤的小乳鸡撕扯下大腿，多出的鸡骨头直接就丢给身旁的狗子尝鲜，然后再将所有的鸡肉剔除，剩下的鸡架1分为2，也全都给了乖乖和小黑。而自己则是先来上一个鸡腿，然后再用鲜嫩的生菜辅以搭配。当然，像这样的标准，熊哥几乎是1个星期就要吃上一次。
毕竟400多只的鸡群中，总是会有一些只吃粮食不下蛋的，在炭火上变成金黄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它生命的归属。如今农庄的打造已经基本成型，那么接下来是否会迎来丰收的喜悦呢？变异杂交白色小野猪错把乖乖当成了妈妈。温暖阳光的天气下，它们可以开始独立探险，收获满满一盆的鸡蛋，采摘菜园中长成的豆角。农庄再次迎来农畜产品的市场销售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要前往3年前种植的树林中，查看树木的生长情况，牵上黄牛母子，一路上茂密的灌木丛，让自己体会一下放牛的生活。这里的青草很嫩，黄牛妈妈就想要在这里饱餐一顿。然而熊哥不能就这样站在这里傻等，毕竟自己还有工作需要进行。将绳直接放到黄牛的背上，让它享受自由的同时，也不用担心会走丢。桉树下长满了杂草，适当清理可以减少土壤中营养的损耗，已经有碗口一样粗了。这是自己3年前种植下的树林，笔直的树干和高度会在彻底长成后销售出非常好的价格。当然，树干上这些缠绕的藤条也要尽量切断，它们会阻碍大树维度以及高度的成长。这里以前都是杂草丛生的灌木丛，是自己一个人辛苦整理和种植的。如今这里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公顷。那么你知道1公顷等于多少平方米吗？当你查完以后，是不是会感叹，原来熊哥才是隐形的富豪？当然，查看森林的同时，也要顺手采集一些鲜嫩的木瓜枝叶，毕竟农庄中还有接近30头的野猪需要喂养。牵上黄牛，还要继续前往下一处，一棵完全野生的柚子树，成熟的果实散落一地。熊哥切开了一颗，然而太酸的口感压根无法进行采摘和售卖。虽然看着很可惜，但是也只能放置在这里，让其自然的腐坏。工作还需要继续，树干上的偏枝杂叶都需要尽数的砍除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主干持续向上生长。整个上午持续劳作，大致的清理已经结束。背上一箩筐的嫩叶，带上自己的黄牛，熊哥要回到自己的农庄。老黄牛吃了一个上午的牧草，给其补充一些盐水，可以促进其胃液的分泌，这样便可更好的消化食物。再次将其牵到牛棚，放上点芦苇。今天的放牛生活就算是完美结束。顺道查看一下菜园，部分秧苗已到了要搭建花架的时候了。然而已经开花了的西红柿又再次迎来枯死的情况。熊哥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，幸好其他蔬菜全都长势良好，很快就可进入收获的时间。猪食的制作再次开始，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电闪雷鸣，这一环节每天都会在相同的时间点重演。毕竟3只母猪都已生出了幼崽，它们奶水是否充足，将会直接决定小家伙们的生长，甚至是农庄的整体收入。平静的一天即将结束，鸭群养殖到现在就只剩下了6、7只，有走丢的，当然大部分是被食肉动物猎杀的。熊哥对此一直都是无能为力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抱着鲜嫩的香蕉叶来给猪群加餐。目前的小野猪们已经可以适当自己进食了，依照这样的情况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对其进行断奶驯养了。毕竟只有这样，雌性野猪才能尽快进行下一次受孕。今天的阳光温暖并且柔和，杂交的白色野猪宝宝已经开始了独自一人的冒险。它对乖乖产生了好奇，而其他幼崽也都在尝试着探索周边的环境。它们将会一步一步脱离出妈妈的照顾。经过了一夜生产，鸡窝再次迎来丰收，又是短暂的开心时刻。熊哥端着菜篮，又来偷取鸡妈妈的胜利果实了。接近30个的数量已经装满了篮筐，看来以后要换个大一点的才能装得下。菜园中的豆角也到了采摘的时候，翠绿饱满的果实刚好成熟。你们那里管这个叫什么呢？我这里叫四季豆。一小排子的秧苗，熊哥就采摘了满满一簸箕，将其全都整理好放入背篓中。明天清晨就将迎来农庄作物的2次销售，当然还有刚刚收取到的草鸡蛋，毕竟上次还没有走到市场，就已经被顾客抢购一空。不过只有这2样东西，并不能卖到很多的钱。熊哥在给鸡群喂食的时候，还要趁机抓上1只母鸡一起销售。随着第3天清晨的到来，虽然天空飘起了小雨，但是熊哥还是尽早赶到了集市。他受到了2个村花的热情接待，他们非常喜欢熊哥带来的农畜产品，一个接着一个村花陆续光顾。熊哥的屁股还没来得及挪动地方，所有的东西就已销售一空，并且貌似自己还自带吸魅属性。清一色的老幼村花，连一个老爷们都没有，东西都已卖完。熊哥要去购买一些过冬的服装了，看上了一件保暖的夹克，柔软的面料和中山装的款式很适合自己。紧接着又给许久未见的老婆和孩子也购买了用于过冬的服饰，因为熊哥想明天回家探亲，再次赶回农场。乖乖和小黑都在兴奋地等待着礼物，不过熊哥也从来都没有让他们失望。这次是柔软的夹心面包，乖乖特别喜欢，当面就一块一块全部吃完，而小黑却每次都会将食物叼在嘴巴里，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给藏起来。第4天的等待，今天的熊哥就要回家探亲了，他非常的开心，早早的就将农庄中的牲畜全都喂食完。不过这只黑猪妈妈的双排扣上怎么钉了9只幼崽？能看出来是哪几个小家伙浑水摸鱼来蹭奶了吗？听说过蹭吃蹭喝蹭烟蹭酒，还是第一次见可以蹭奶的。各位老铁可不要胡乱的模仿，
否则后果可是不敢想象。时间已差不多了，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带上所有为老婆和孩子购买的礼物，他只能在家中待上1个夜晚的时间。提上鸭子，熊哥再次的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5个小时持续赶路，终于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地方。老婆和孩子都很开心，破旧的房屋并不能阻挡着平淡的幸福。老婆穿上了新衣服，孩子们看着爸爸给自己买的礼物，也是爱不释手。对于熊哥来说，这是自己无论如何辛苦都非常值得的团聚时光。平淡的生活才是真，你觉得呢？野猪幼崽浑身是肉，它们被野猪妈妈喂养得很好，如今也可尝试独立进食。而自己种植了11个月的芋头，终于迎来了丰收，那么卖出了127.5万越南盾，是否对得起这份辛苦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按照惯例要将黄牛母子牵到牧草丰富的灌木丛中喂食。小牛仔总是很快乐地跟在妈妈的身后，都已经这么大个头了，但是每天还总是吮吸着妈妈的乳汁，而这也可能就是老黄牛为什么这么瘦的原因吧。这处斜坡的青草非常适合黄牛的口味，茂密的程度和高度也足够它吃个大饱。拴好缰绳，熊哥还有其他的工作需要进行。已经入冬的热带雨林，偶尔也会有低温的时候。黑猪妈妈和野猪爸爸正在给几个小家伙抱团取暖，当然兄弟姐妹多了，总是会有调皮捣蛋的。为了让黄牛母子能够安然过冬，熊哥准备给临时的牛棚添加上防护，先将牛粪清理干净，全都堆到一边。它们可以作为果树的肥料。砍伐来几根粗度刚好的树干，所有的一端都要削割出尖头，这样才能插入到地面下足够的深度。这只雄壮的公鸡，如今已是农场鸡群的霸主。高大的体型和鲜艳的羽毛，让300多只小母鸡都自愿追随其后。来到牛棚前，5个木桩依次的排列在棚舍的周边，大致相同的距离能够使得受力均匀。取来防雨布，用竹皮穿透并紧紧的捆扎结实，这样便可形成一道防御夜晚寒风的围墙。只要冷风不直接吹到黄牛的身体，这个冬天它们母子也可安然的度过。1个上午的进食，老黄牛已经吃饱。在送回牛棚之前，熊哥还要给他们母子准备上一盆盐水，这样才有利于吃了一肚子的青草更好的消化。黄牛已喂完，其他的牲畜也到了进食的时间。3个带有幼崽的母猪都被熊哥喂食得很好，尤其是这第3窝小家伙们，他们个个都胖得跟小猪一样。小家伙们已经开始对熊哥制作的猪食产生了兴趣，他们在尝试进食，看来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进行人为干预给他们断奶了。农场的天色已开始昏暗，这也说明黑夜即将降临。如今的天气，每隔3-5天，熊哥就会采集一些干燥的香蕉叶，特别是生活在户外的黑猪妈妈一家，充足的干草才能保证足够的温暖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佩戴着柴刀迎来了新的工作。远处山头的香蕉林中结出了很多丰满的果实，虽然这样的水果只能卖出1毛左右的价格，但是白白的浪费，也是对于大自然馈赠的亵渎。况且这也可以算作是额外的收入，直接拦腰砍断。在这山林中，最不缺的就是新生的香蕉树幼苗。当然，采摘香蕉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，需要在还未成熟的时候，就要将其从枝头取下。如果香蕉串自然长至成熟，它的香味会吸引来太多动物或者昆虫，届时压根就不会有顾客愿意花钱购买了。3大串香蕉已经足够。再次回到农场，熊哥有着让其快速成熟的秘诀，先从主干将香蕉分割成小串，这样便利于后续的运输以及摆放。等到处理完毕，再找来干燥的香蕉叶和木框，从底部铺设上一层枯叶，将香蕉整齐地摆放在上方，然后再添加上一层枯叶，这样反复大概4到5天的时间，这些香蕉就可尽数自然成熟。而这些剩下的已经成熟了的，则直接可以给农庄的牲畜打牙祭，补充营养。转眼时间已至正午，熊哥背上竹篓，打磨好锋利的柴刀，牵上老黄牛，他要用1个下午的时间去采收11个月之前就种植下的芋头。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可以收获的时候，把缰绳缠绕在牛角之上，让其自由地寻找喜欢的牧草，这样自己就不需要费心地看着。毕竟下午的工作也将正式开始。浓密的灌木丛已经将芋头种植园填满，先将其简单的清理，隐藏在其中的芋头才会被快速的发现。当然，采摘的方法很简单，它们生长的不深，只在土层很浅的地方，可以直接用锄头刨挖，也可以用木棍撬开。每一颗果实都很饱满，不愧是森林的黑土地，品质最好的都比自己的拳头还要大上1倍。熊哥很希望他们能卖上一个好价钱。3个小时持续刨挖，所有的芋头全都采收完毕，拿来袋子。在装入之前，每一颗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处理，周边衍生出的小颗粒都要去掉，否则它们会严重影响收购的价格。打包已经完成，将黄牛母子牵回牛棚。熊哥需要在今天结束之前，将所有的芋头全都运到山下。虽然需要在黑夜中行走山路，放下摩托车的后座架，这是熊哥为了售卖农产品特意打造的。距离天黑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捆扎好芋头，他要在太阳完全落下之前走完最危险的一段山路。终于到了主路，
这条路是之前当地村民修筑的。熊哥赶到了收取芋头的商人所在地，现在的天空已完全的黑暗，工人需要将芋头全都拆包倒出，他们要根据个头的大小和品质来确定收取的价格，较大较圆润的会稍微给的高一点。熊哥在和老板商量着回收的价格，并说明自己花费了11个月的种植时间，品质完全有保障。然而老板好像并未理会，给出了1公斤15000越南盾的收购价。熊哥一共卖出85公斤，从老板的手中接过了1275000元的货款。那么你觉得卖了这么多值吗？炖上一只鸡，款待前来帮助自己的客人，一杯自制高浓度米酒，表达满满的谢意。农庄即将要迎来史无前例的重大改变，浓雾笼罩着整片山林。今天熊哥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他要进一步扩张农庄的范围。很早之前就在自己心中盘算的建房计划，将会从今天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。一台小型的挖掘机正向着自己缓缓的开来，驾驶者正是上次聚会认识的当地村民，他们不要报酬，愿意无偿的给予熊哥帮助。熊哥将新房子的搭建位置选择在位于农庄上游的山坡，届时开阔的视野将会让整个农庄全都尽收眼底。而挖掘机的到来是为了刨挖出足够宽敞的地基。小哥的驾驶技术的确了得，能够在这山林中行动自如，并且还顺势开辟了道路，真不愧是在山东进行的深造。熊哥现在住所的上游是一处高出很多的土坡，小哥就是要在这里将多余的土层挖开，并铺设成宽广的平面。熊哥当然也没闲着，上次麦树所遗留下的细小树干还需要清理，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派得上用场。虽然当地村民愿意给自己无偿的帮助，但是该尽的地主之谊，熊哥也绝不含糊。他要开始制作午饭了，先来上一锅炒肉，不知道这是购买的还是随便找了一个猪仔现杀的，总之看上去很新鲜。来上一把细盐，加入配色的翠绿蔬菜，随便搅拌几下，第一个菜系就已完成。而第二个山泉水煮草鸡才是款待客人的重头戏。金黄色的外皮鸡肉紧实，蒸煮留香的鸡油也已遍布锅内，趁着等待的时间调制出一碗蘸料，才可在最后彻底激发出手撕鸡的灵魂。鸡已煮好，先将完全软烂的鸡杂、鸡胗以及凤爪全都取出，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甚至比鸡肉还要好。红衣服小哥已闻到了鸡肉的香味，他缓缓走下斜坡。不过对于饭菜而言，自己更加喜欢的还是熊哥饲养的猪群。他的眼睛基本就没有从野猪宝宝身上离开过。简约而不简单的荒野美食已准备齐全。为尽地主之谊，熊哥特意邀请了小哥去2楼小聚，他们边吃边聊，彼此也聊了很多东西。熊哥为小哥倒上自己酿制的米酒，以示尊重和感谢。丰盛的午餐已吃完，下午的工作仍然需要继续。拥有现代的机器就是不一样，如此大的一片宅基地，如果单单只依靠熊哥自己，可能1个月都不一定能干完。而挖掘机仅仅只用了1天，通过简单的测量，这样的面积已足够自己建造非常好的房屋了。转眼时间已来到了第2天，熊哥还想趁着现代机器的便利，来为鱼塘扩大一下面积，毕竟自己挖掘的还是太小，并且经过这么久，山上所流淌下来的泥沙已经开始让深度变浅。然而此时的挖掘机却没有了。熊哥自掏腰包购买了1大桶汽油，来到鱼塘边，提前准备好一根长长的塑料管，这是熊哥准备留作用于鱼塘排水的管道。之前塌陷的鱼塘边缘被挖掘机及铲子就填平了，靠近外围空间，在取土填坑的同时，鱼塘的面积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，并且留在内部的淤泥也被小哥尽数清除。买好排水管道，修葺平整鱼塘的周边，挖掘机的所有工作就已全部完成。然而对于熊哥来说，自己的工作才刚刚开始，先初步的凿平地基，一场大雨过后它也会更加的平整。而对于不停滑落泥土的地基边缘来说，如果不进行土层的固定，很可能在以后会出现泥石流的风险。熊哥决定要在斜坡上种植一些植物来对其进行巩固。香蕉树它遍布的根系和成活率非常适合被开挖出的泥土。熊哥一共采挖了大大小小10几棵，而将所有的枝叶全都砍断，是为了不让其继续吸收主干内的营养，这样才能有利于根系的快速成长。松软的斜坡上挖出深坑，将香蕉树隔出大致的距离连排种下，不久整个斜坡都会被固定，并且还能不出门就收获到可口的香蕉，供自己以及牲畜食用。说到牲畜，农场里的杂交野猪看似有点耐不住寂寞，小小的年纪不学好，已经萌发出了冲动。只可惜小家伙找错了性别。当然鱼塘边重新构筑的堤堰也需要进行种植加固，熊哥可不想再被一场大雨冲垮鱼塘，不然鱼塘中逐渐繁殖成群的鱼种就可能会全部损失殆尽。建造房屋的第一步已经结束，农庄中的牲畜也该进行正常的喂食了。姗姗来迟的2只小母鸡也加入了进食大军，而旁边的野猪家族早已等待多时。第一窝杂交野猪幼崽由于基因的缺陷，依然还是那么矮小，后来出生的猪仔已赶上了它的体型。第3窝野猪宝宝已经可以和妈妈一起进食，它们的个头已经是所有幼崽中最大的。牲畜都已喂完，为了凑齐建造房屋所需要的花费，熊哥要将已经成熟的柚子进行采摘并销售。金黄的果实已全部成熟，
只需轻轻一掰就可将其取下。这些柚子树每年都可以给自己带来可观的收入，并且它们也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照顾。为了检查今年的品质，熊哥特意打开了一个，表皮的汁水就已非常的丰富，轻轻的尝上一口，果肉多汁鲜甜，应该可以卖到非常好的价钱。20-30棵柚子树已经让熊哥收获到超过100粒的高品质果实，全部装入袋中，用藤条封好袋口，整整2麻袋，地上余下的可以留下，当做平时饭后的水果。装好车，熊哥要在天黑之前将其运送到收购的商贩手中。1公斤15000越南盾的收购价格，已经算是近年来最高的，而这也将会为自己新房子的打造积累到一定的资金。原来熊哥才是白手起家的最佳典范，期待着他能够在这荒野之中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